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色口袋，我是鱼干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要先把这个脱掉，带着它真的太难讲话了。好的，如果你是1-2年前就开始看鱼干的频道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中间有一段时间鱼干讲话都一直在大舌头，不管是出国还是在频道里面、家里工作室讲话都会大舌头。这基本上就是一台数位相机，但是它是给小朋友用的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无助的毁灭，我觉得我的人生要毁灭。唱一首歌，是什么样的爱才会浮起来了？变得是坏才是对待。原因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戴隐形牙套。其实呢，我这个人呢是经历过戴传统牙套跟隐形牙套的，所以今天我们终于要来分享我戴牙套的心路历程，跟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。那这些问题呢，我是在 FB 上跟大家募集过的。依照接下来我的影片内容呢，你就可以自己去评估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整牙选择。等一下呢，我所回答的所有问题都会在影片下方的说明里面会有时间的标记，这样子就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。我不管我今天讲什么内容，都不能当做真正你自己矫正的那个标准。所有的矫正，所有的牙齿相关的治疗，都建议还是要跟牙医认真的讨论过，自己认真的评估过再去做，而不是我跟你做好棒棒呢，你就一定要去矫正哈，自己评估。那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整牙历史。我第一次矫正在我大3、大4的时候，牙齿需要矫正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咬合非常的不正。正常人的牙齿应该要是这样子，前后是叠在一起，上排是这样，下排是这样。我的手为什么要这样摆？这样子，正常是这样子，但是我的牙齿是这样子，也就是我的前后排牙齿呢是重叠的。当我这样笑的时候呢，我的下排牙齿完全不会露出来，又有一点兔牙，又有一点虎牙。那个时候医生评估的状况呢，是需要让我把下颚的牙齿往前拉，上颚往后收。当它在拉扯的过程中呢，不能还是照我原本咬合的方式去矫正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印象超深，我后面上下牙齿的最后一颗牙齿中间还垫了一颗那个，就是你们填蛀牙的那个东西，然后导致我上下牙齿其实根本没有咬在一起。我的咀嚼呢，都只能靠那2颗东西这样子碰撞去咀嚼它，我的牙齿根本没有碰在一起，真的超怪的那个感觉。如果你也有做过这种矫正的，你应该知道，就是那一阵子是非常难熬，非常不想吃东西，一直在吃流质的食物，矫正真是瘦超快的。再来呢，第2次矫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矫正结束之后，医生会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那个东西非常重要，那个东西叫做维持器。那个时候我的维持器是传统的，就是上面是一片透明的粉红色的东西，然后前面一条钢线，那个东西要顶住你的上颚跟下颚，去维持你牙齿的整齐。你想想看，你就是去强行推一根柱子，你要很努力一直去推它，一直去推它，把它推到正确的位置之后，其实它已经是处于一个比较松动的状态，所以它很容易再慢慢的跑回它原本的位置。维持器这个东西，医生都是建议你没事就带着，但是谁矫正完会没事就带着维持器？我都矫正完了，我还带维持器干嘛？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乖乖的带，我连晚上睡觉都忘记带。请记得晚上睡觉真的一定要带维持器。所以一直到我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，刚开始露脸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注意到我的牙齿好像有一点歪歪的。其实现在还是一样，因为我的门牙非常的大，只要一歪就很明显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决定要去做2次矫正。2次矫正我就使用了舒服美，就是舒服美跟隐适美都是现在比较有名的隐形矫正系统的公司，就是相对于传统矫正，它又稍微再美观了一点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矫正2次。那这其中的佩戴时间呢？我传统牙套我戴了1年半，可能是因为我的牙齿很好移动，因为我拔了4颗牙齿。但是其实要不要拔牙这件事情，都是医生跟你评估、跟你讨论以后才决定要不要拔牙。所以是否拔牙这件事情呢，没有一定。但是那个时候医生说，哦，你这个拔牙会矫正的比较快，然后你也可以不要拔。但是我那时候想说，不就少了几颗牙齿吗？有什么关系？然后那个时候那样想啦。我就把上面2颗虎牙后面的牙齿跟下面的2颗牙齿就上矫正器了。
你们知道传统嘛？就是它会在你的牙齿上粘一颗一颗的东西。当然现在有陶瓷的，陶瓷是白色的，比较不明显，然后会有一根金属线。金属线你不管做陶瓷还是做传统的，都是有一根金属线的。那一根金属线它会定期的去换的，它会越换越硬，拉力也会越来越明显。你想想看，你的牙齿一开始这么宽的，那你的牙齿慢慢要被越收越小，越收越小，那线还是一样长，线就会从后面多出来。所以多出来的这一节呢，医生就会把它剪掉，然后再把它装回去，剪掉再装回去，然后到了时间，它就会换一根不一样的线上去。再来就是透明牙套的话，我戴了大概才8个月而已，每天都要戴20个小时以上这个透明的牙套。然后我没有拔牙，我拔智齿。智齿的话，有一部影片可以看，它换牙套的速度更快，它会一直给你新的牙套。刚刚说传统的是换线，然后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维护啊，可能吃东西然后上面那颗掉了。那再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价格的部分，因为做牙齿其实它就跟整容一样，是一笔很大的花费，并且会少许的改变你的样貌，所以我觉得它几乎可以算是整形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它的花费相较医美就会很贵。那我在做我的传统矫正的时候，大概花了10到11万左右。我做透明牙套的估价是16万，但是市面的行情价真的不一定，因为矫正会依照你的困难度去有不一样的价格的。我个人的这个价格给大家参考。再来就是矫正效果，我一定要讲传统大于透明，在我自己身上，传统的戴1年半就大改变，但是我透明的戴了8个月，它只动了一点点。它有点像是帮你做小小的修正，可是如果是你咬合啊，或者是你齿列整个错位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要去做传统牙套，因为如果你做透明牙套的话，它那个时间就会拉得很长，因为透明牙套它没有一个真正在拉绳子的人，它顶多是有一个人这样帮你撑着，其实它矫正的效果是真的有差的，但是过程当然那个美观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不过我是觉得，就是你是用你不好看的那1-2年去换你好看的30-40年，有没有很划算？有。再来就是疼痛度，这个疼痛度我真的要讲，传统的一定大于透明的疼痛度，因为传统牙套它就是一直在拉扯你的牙齿，而且它是在你牙齿外面装了一颗一颗的东西，然后又有那个线，那个线后面又突出一段，在你矫正期间，金属会慢慢长出来，慢慢长出来，那个东西就超级刮你的嘴巴内壁的，然后你的嘴巴这边就会充满了刮痕，通常也没办法做非常大的表情变化，像是你在哈哈哈哈笑完以后呢，通常都要稍微收一下你的嘴巴。如果你不做这些事的话，嘴巴迅速的回味，你的口腔内壁又会很严重的被刮伤，甚至有人矫正到了4年都是在很痛苦的状态下，我觉得真的是挺痛苦的。但当然也不是说透明牙套就完全没有它难过的地方，就是传统的你吃饭的时候就要一直拿下来，吃完饭再装回去。这个中间呢，刚装上牙套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执行它矫正的任务了嘛，所以你在刚装上去的时候，你牙齿就开始感受到拉扯，开始感受到紧绷。但是传统牙套也会有这个感觉，然后传统牙套它通常就是外面嘛，外面那一圈会有异物感，但是我真的觉得透明牙套它的异物感更重，因为它是这样整个套到你的牙齿上，你里里外外都有异物感。然后像是我这种对于异物入侵口腔比较敏感的人呢，我每一次戴透明牙套，我都超想吐。有没有人也是这样子？就像你手伸进去挖你的那个喉咙那个感觉一样，我觉得它的痛苦是有的，但是相较于传统没有那么痛苦。透明牙套更换牙套的那个速度非常快，你每2周就要换一个新的牙套，它会越来越硬，越来越硬，然后再下一个疗程就会换一个新的膜给你，然后又越来越硬，又越来越硬。这一整个疗程中，你要不断的一直适应新的牙套，一直适应新的牙套，所以那个酸痛感就是一直在更新，而且你又穿穿脱脱的，所以它一直在提醒你。这酸痛再矫正了，再变美了这样子。但是这2个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都是刚调整的那个几天会特别的痛，就是那个拉扯的酸痛感是差不多的，只是传统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传统的刮肉，那个就
就是真的会见血的那种刮肉。然后再来就是保养的难度，还是得说传统的一定大于透明的，因为透明牙套其实它就只是一个装上去的东西，你只要把那个装上去的东西洗干净，它就算是保养好了。因为你剩下的牙齿就是你自己也要把它刷好嘛，就是你平常就是要认真刷牙，你不管有没有戴牙套都要认真刷牙。但是传统牙套它麻烦的就是粘在你的牙齿上了，你要怎么把它刷干净？我那时候就是都会带牙尖刷出门，吃完饭一定要用牙签跟牙尖刷，就是有一种牙签是一头是有刷子状的，一头是尖的，要先用尖的那一头呢把大的残渣剃掉之后，再用另一头去把那个剩下的那些污垢啊把它刷干净，让你的口腔保持在一个干净的状态，它视觉上看起来就已经不干净了，你又在上面卡一些菜渣什么的，看起来就是更加的不舒服。它清洁的难度真的是大于透明牙套好几倍，真的是超难清的。但是我必须说，这两者都要好好的刷牙。再来要讲的是不可以吃的东西，传统不能吃的东西当然还是比较多。一个就是硬的东西不能吃，像是你就不能吐嘴啃苹果，不是说不可能，当然是它的风险很高。一就是你的牙齿会很酸痛嘛，然后二就是你粘在牙齿壁上的矫正的那个颗粒，很容易因为你咬硬的东西就脱落就断掉，这类的会发生很多意外。金针菇这类纤维很长的东西，有一次我真的差点被金针菇杀了。金针菇大家知道，它很少人会真的把它全面的嚼烂才吃下去，通常就是大概一时的嚼个几下就吞了。就殊不知金针菇的一头呢缠在我的牙套上，一头呢已经被我吞入我的喉咙了。那个时候我就是真的是觉得我好像要死亡了，因为吞也吞不下去，然后你要把它抽出来呢，又是一种把东西从你的食道拉出来的感觉。那个时候我真觉得太痛苦了，金针菇这个东西会杀人，到现在我都不吃金针菇。再来就是菠菜啊、咖喱、咖啡啊、茶这类很容易染色的东西，就是你要少摄取一点。一直经历染色这件事情的话，你的牙套的拆掉以后呢，就是它会很明显，这么多钱去做矫正了，如果你的牙套拆下来，里面是可能蛀牙或是色素沉淀很严重的话，你就是那个钱就白花了。所以你就会为了拆掉牙套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好看的牙齿，避免吃这一切容易染色的食物。然后再来透明的话，就是容易染色的不能吃，因为毕竟没有东西可以夺走你的性命了，不会有任何东西缠在你的牙套上。到现在我喝可乐或者是喝咖啡这类的东西，我都还是会习惯性的用吸管，或者是在喝完之后迅速的要用水去漱口，免得色素沉淀，才能保持牙齿是白的。那再来是脸型的改变，自己的话脸型改变非常明显的是传统牙套，毕竟我那个时候下颚整个往前拉了，所以我的脸整个是变长。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照片，我以前的照片的下颚很短，但做过矫正之后呢，我这边就被拉长了，所以整体的脸看起来就是变长变尖嘛。虽然大小没有变小，你脸型的改变会看得出来的。不过这当然因人而异，你有可能完全没有改变。然后透明的话，脸型我是没有感觉。我真的要讲，戴牙套一定会瘦。传统牙套会瘦的原因大多就是因为不能吃的东西太多了。那透明牙套就是会变瘦的原因是因为吃东西真的太麻烦了。再来就是回诊的频率，传统的话它就是1个月要回诊一次，但是你很容易因为意外就必须要回去，像是你的粘在牙齿上的颗粒掉了，或者是你的钢丝中脱了，就是有很多意外是你必须要回诊去求助医生才有办法解决的问题。透明的牙套呢，就是它是1个半月回诊一次，你每2个礼拜呢会换一副新的牙套。回去看医生的时候呢，他就会给你3个新的牙套，就是3个全新的这个，它会从软依序到硬，你每2个礼拜就要换1个牙套，就是你这2个礼拜戴比较软的，再来就是戴硬一点的，再来就是戴最硬的。但是它比较不容易因为意外回诊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就算第1副牙套不见了，我跟你讲超容易不见，你吃东西拿下来，一定有很多人是这样子，你会包在卫生纸里面，然后你走了就忘记，因为它就是看起来就是个垃圾，有的时候甚至是被服务生端走了。但是不见不是一个大问题，因为你就是赶快进入下一个疗程而已。除非你真的很衰，你3个牙套全部不见，你就算是最后1个牙套不见了，你还是可以就是再带回第2个牙套嘛，它只是比较不硬而已。好，但是总之就是它发生意外的几率比较少。然后我现在补充一下那个美观
传统牙套它看起来就是那样，除非你戴的是陶瓷的，比较好看一点，但是那个钢线一定在。我自己戴的时候，在后期是需要绑橡皮筋的，还有些是前后缠，有些是上下缠。像我是上下的斜的缠，这边要套橡皮筋的一端，这边要套橡皮筋的另外一端，然后它就要慢慢这样子把它拉成正的。我就要一直换这个橡皮筋，我每天都要换一根，视觉上看起来就很像是你里面看戏，所以它看起来是不好看的。像是呱呱他之前去矫正的时候的那个医生，都会依照时节帮他换不一样的牙套颜色，像是过年的时候可能就换红色，有的时候换绿色最惨，绿色看起来就像菜渣的颜色，牙齿上全部都菜渣。我必须讲的是，透明牙套还是有东西在牙齿上，只是它是白色的，你看不太出来。它会在你的需要拉扯的几颗牙齿上装上透明的矫正器，矫正固定的颗粒，它是帮助你在戴上透明牙套的时候可以拉扯你的牙齿。不过它视觉上看起来是真的看不太出来。那你没有清洁干净或是色素沉淀的话，当然也是会很明显。但是透明牙套讲话真的是会变成一个就是伪智障的感觉，因为你的牙齿就是没有真的合在一起，所以你的所有的支持丝全部都没有办法发的非常的标准，这是透明牙套的一个小缺点。然后再来是很多人也很在意，就是那个年龄的限制。其实牙齿矫正是没有年龄限制的，你只要牙齿健康都可以戴牙套，不管是哪一种。大家为什么说小时候矫正会比较好，还是怎么样的？可能会随着你的年龄增长，你的牙周健康就没有像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好。你越长大以后，你的牙齿因为拥挤，所以它会有一个形状的改变，就会产生那个三角缝。如果你没有在牙周非常健康的状况下矫正的话，就有可能会出现你矫正完之后反而牙缝变大这类的问题。但是现在都有手段可以恢复这些状况，就像牙齿的整形、牙齿的医美一样，它会帮你把它补平啊，或是削平啊这类的，其实都做得到。这是年龄会影响的。对，那这是我在网络上统整的一些就是大家的好奇的问题，然后跟我自己的矫正经历。我必须说，当初要我选择要做哪一种矫正的话，我一定是选择做一次传统的矫正以后，就乖乖的戴维持器，就不要再碰透明牙套的矫正了。那如果你的牙齿其实是没有很严重的跑位，没有很严重的口腔问题，没有很严重的咬合问题的话呢，可以优先考虑比较好看的隐适美或舒服美。然后我做的是舒服美，这个也很感谢是舒服美他们当初找我跟他们合作做矫正这件事情。我只是现在也很庆幸，就是我有跟他们期间你感觉差异不大，但是后来矫正完之后，你就是真的可以看得出来哦，它有变得好一点了。所以我现在都有乖乖的戴我的维持器，让大家看一下它是长这样的，这是我的维持器。后来发给我的这个维持器呢，还是有那个矫正的颗粒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门牙的上方还是会有一个，我那时候门牙这边有一颗东西，然后侧面两边也都有，就是它会粘一个白白的东西在这里，然后帮助你矫正。然后戴的时候就是，然后下排也是。它就会让你咬一个 QQ 的东西，来帮助你的牙套真的紧贴你的牙齿。你看我讲话现在就变得有点智障的，但是其实你真的如果我不讲话，你是看不太出来我戴透明牙套的吧？维持器，我现在会2到3个晚上，我会挑一个晚上去好好戴它。我还是不会每天戴，因为真的太想吐了，有时候会影响我睡眠。就我现在戴它已经没有什么酸痛感了，就是会有一种紧紧的感觉，但是不会有痛感，就表示我有把我的牙齿维持在那个标准。以上都是我个人的想法跟我个人的心路历程。再叮咛大家，所有跟矫正有关的，所有跟牙齿有关的这些事情呢，建议大家都要跟医生去讨论过后，再去决定要不要矫正，或是要做怎样的矫正。然后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维持好自己的口腔干净，刷牙的习惯啊，然后用漱口水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维持你牙齿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那拜拜。给大家听看一下。